阿联酋今兒出手了啊！这我先说小新聞，然后最後說大新聞，就是台湾国民党来了。阿联酋出手了。2026年4月8号啊，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牛逼哄哄的宣布和伊朗達成為期2周的停火。哎，不是都停火了嗎？不是挺好的，這停火總是好事，兩家好好談談吧。伊朗要投降啊，美國這就有條件投降。看開什麼條件，能不能談好啊？伊朗已經裸奔了，伊朗沒飛機了啊，整個伊朗沒飛機，湊了一架民航啊，這個飛到土耳其去談判，第三方談判，結果呢沒有戰鬥機護航，誰去的呢？是巴基斯坦啊，巴基斯坦空軍去了6架戰鬥機，把伊朗的領導人給談判代表給護送到土耳其。所以這個正在和諧之時啊，忽然我操，伊朗就是火光衝天啊！今兒伊朗火光衝天，是不是以色列幹的？不是啊，以色列第一天是沒摟住，川普很生氣，然後以色列就摟住了，結果我操，伊朗南部的煉油廠給炸了。大家知道美國打伊朗一直沒打他的煉油廠，為什麼？因為美國、中國這都離不開伊朗的油，什麼台灣啊、日本啊這些發達國家都離不開伊朗的油，所以呢，怎麼打他都不打他的煉油廠和油井，都擱後邊，最後就是同歸於盡的時候再幹這個事兒。伊朗也不動啊，伊朗也不動自己的煉油廠和油井啊。你像伊拉克最後就把科威特的都給點着了，就是同歸於盡了吧？那等於結果呢，這邊剛停火。伊朗南部的油井全他媽給炸球了，火光映照了半個海面，儲油罐一個接一個的點燃啊，黑色的煙柱就跟科威特那個壯觀景象是一樣的，幾十公里外邊都能看到。然後呢，第二輪又來了，11點啊，上午11點，第二輪精確打擊，這回炸的是伊朗的輸油管道樞紐，直接切斷了。第一輪炸的是儲油罐煉油廠，第二輪炸它的輸油管道，非常的精準啊，叫拉萬煉油廠和港口之間的輸油管，是波斯灣伊朗的最重要的能源設施。兩輪空襲下來啊，就是一片火海，所幸沒有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啊，因為它炸毀的基本上都是工業設施。伊朗電視台非常沒面子啊，伊朗國家電視台非常謹慎的報道說什麼？說發生了工業事故。很快查明原因之後，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發言人改口，遭到了不明空襲啊，有來空襲的有戰鬥機，還有無人機。結果今兒真相大白，誰幹的？你們猜誰幹的？不是以色列，不是美國，是阿聯酋啊，是翟山鷹同志，阿聯酋幹的。我操，不是沙特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是一堆小國傳起來了。最著名的城市就是迪拜。阿布扎比這個地方，阿聯酋這次出動了強大的空軍陣容，以幻影2000戰機和翼龍2無人機為帶隊啊，巨大的機群橫掃伊朗的這個煉油設施，令大家震驚啊！這他媽是啥東西啊？這個大家知道，從開打伊朗一直打阿聯酋，阿聯酋不還手。大家都知道吧，迪拜被炸了啊，翟山鷹都困在那兒了。然後我們的這些在台灣碰上這些教友們，都原計劃從迪拜轉機的，現在全不行了，那個飛機航班全炸球的了，那個迪拜的房地產也跌了，迪拜就一直忍。現在停火了，哎，你停火，他來了，我操，這個弟兄們，這個世界好亂呀，好草台班子呀！就像鐵流問為啥呀？手黑鷹手真黑呀，肯定是有人在後邊搓吧。我不成熟的猜一猜，應該是以色列幹的，這事兒應該是以色列撺的阿聯酋幹的，因為阿聯酋肯定早已經忍無可忍了，但是呢，礙於這個有大哥打，哎，自己無所謂。但是現在這麼一幹啊，如果要是談好了，和談了，弟兄們，油價不就下去了嗎？油價下去對阿聯酋、對科威特、對沙特都不是好消息啊！你現在油價這麼高，他媽日進斗金啊，這是第一啊，油價。第二。哎，我操！現在我這一肚子氣，他媽的，只要他們有機會，大哥們不生氣，我使勁勒他使勁懟他2腳，這逼已經倒在地上，咔咔幹他2腳，真他媽談成了，我沒時間幹了，我沒機會了，就這麼個心態吧。反正總而言之，就是阿聯酋事實勝於雄辯，阿聯酋出手了，這最後一輪也是炸的伊朗最慘的一輪，因為美國和以色列不炸他的煉油廠啊，就是不動他的錢袋子。我操，阿聯酋啊，真的是阿拉伯兄弟不客氣，直接把錢袋子一腳給踹碎了。所以這裡邊用的武器還有一個倍兒有意思的，你這中國你這影響力真是無處不在。翼龍2啊，弟兄們，
翼龍2可不是死神啊，不是美国的 MQ9，是翼龙2啊！翼龙2是成都歼十那个厂中航工业出口的，成飞制造的，就是这麼講吧，就是高仿啊，死神。美國那個死神無人機賣幾千萬美金啊，美國死神無人機是3000萬美金啊，在市場上軍火市場，你團購也得2000萬美金啊，翼龍2啊300萬美金500萬美金成交。就等於是美國同款的1/3左右的價格，1/2到1/3的價格，而且呢還包武器，哈哈，武器包，美國內部包武器，你看它單買，這他媽什麼都包，飛得也挺遠，性能嘛到不了美國，但是80%是能到啊，比如說死神啊100分啊，這85分也不錯呀，所以呢，阿聯酋買了好多啊，阿聯酋買了好多，沙烏地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也買了好多，好了，這回全是用上了。啊，這個把他媽的伊朗炸得一塌糊塗，非常好效果，戰術效果非常好。所以伊朗和阿聯酋的恩恩怨怨呀，可不是第一天了，不是倆人剛翻臉啊。兩個人在過去的幾年裡，經常是你給我一拳，我給你一腳啊。現在德黑蘭的軍事博物館裡邊還擺着阿聯酋被擊落的一些軍事飛機啊，所以呢，你看看。你就是想不到的地方有人給你來了一腳啊！這是今天的一個大新聞啊！這我估計美伊和談是談不成了，這就太不吉利了啊！用翼龍2打的伊朗，哎，對，所以為什麼老王的新聞好玩？我操，就是我操，這就好玩啊！這比看劇好看。媽用翼龍2打的伊朗，這就是什麼意思？這就相當於用3八大蓋打鬼子嘛？這就相當於或者用他媽漢陽造打國軍嘛？這沒法說了，8·1槓打解放軍，這就是總而言之就是，解放軍賣給阿聯酋的，就是阿聯酋拿出來這個就幹伊朗，這個解放軍還住在伊朗的，哎呀，好亂呀！這世界是個草台班子啊！武器也搞傾銷，沒錯啊，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啊。我們當時北理工的3系是賣坦克的嘛，往泰國賣坦克啊，當時泰國買中國的坦克買一大批，也往中東賣。倍兒有意思，就盯着美國的坦克，盯着俄羅斯的坦克，美國不會賣給他們最先進的，美國賣給他們都是落後的啊。然後呢，其實泰國也不太願意啊，俄羅斯賣的也很落後 ，T72 之類的。然後咱們中國啊，就按照人家 T72 的這個戰術指標，做一樣的。然後價格呢是人一個零頭啊，比如說人家賣300萬美金，咱們也是300萬啊人民幣。這真的是當年我上大學那會兒，真的就是傾銷啊，真的是傾銷。為啥？就是賺個外匯。這坦克不賺錢，就是它成本基本上就是300萬人民幣，但是賣給泰國拿回來是美元。那個時候中國缺美元嘛。好了，接着一個新聞就是鄭麗文來了啊，那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領龐大的國民黨訪問代表團，跑到竄訪北京啊，跟習主席啊，跟中國共產黨的黨主席啊，就是總書記習總書記啊，做雙頭峰會啊。這個我活的時間稍微長一點，從第一次啊連戰來訪，那個是事隔戰後多少年，國民黨國共雙方從重慶之後的第一次雙方領導人的會談，就是連戰和習近平。連戰和胡錦濤連戰和胡錦濤連胡會，我們這邊大陸這邊叫胡聯會，台灣那邊叫連胡會。那個時候明顯感覺到國民黨還是很強勢的啊，國民黨連戰的形象、連戰的素質和胡錦濤相比呢不遑多讓啊，所以呢胡聯會呢引動了全世界的眼光。那個我還記得很清楚，2005年吧，那時候也是中國國運最好的時候，而且那個時候也是台灣國運非常好的時候，所以兩邊都挺強的。連戰呢，當時提出一個叫破冰之旅，好像是破冰之旅。連戰的妻子叫連芳瑜啊，連芳瑜女士的氣質，哎呀，就是非常好啊，就把咱們胡錦濤先生的太太呢給比下去了啊。這是當時我的國共第一次會談。然後呢，第二次呢就是馬英九啊，習馬會，那個時候習近平就上來了，馬英九大概十多年以後，馬英九和習近平見了一次面。之後呢就是這次，這是第三次啊，叫習政會。馬英九和習近平雖然個人氣質上啊，當時來講馬英九更勝一籌，但是當時台灣已經走下坡路了，中國呢當時還在上坡的狀態
啊，中國當時還沒有下坡，好像沒有疫情嘛，所以呢，就是中國還在最巔峰的狀態。當時呢，習馬會之間已經不平等了啊，而且呢，馬英九當時比較強勢啊，馬英九在島內很強勢的政治人物。到這次第3次，鄭麗文來訪，就是狗雞巴都不是啊，就是台灣那邊就狗雞巴都不是啊，就別不愛聽啊，台灣朋友們，國民黨和鄭麗文來大陸，這是狗雞巴都不是。現在如果是連戰和胡錦濤是100分對100分，馬英九對習近平那次是80分對100分，你這次就20分对100分，無論是從實力還是從個人魅力还是從硬實力軟實力，都他媽是80-20到28了，真不行。而且呢，從台灣的，因为我刚從台灣回来，我還是比较有發言權的。我接觸台灣鄉里鄉親的這些台灣老百姓啊，我看鄭麗文這次率國民黨代表團訪問大陸啊，會毀了國民黨在國內的競選，就是國民黨在中華民國國內的競選。國民黨2028年嘛就要競選了，就是新一輪的競選了。他這麼跑到大陸來跪拜，而且並不能加分啊，他不像當時連戰和馬英九是能加分的，他不能加分，雙方空對空啊，他整個就是一個特首來匯報。哎，你別不愛聽，你看看台灣朋友們，你們別不愛聽，你們看看鄭麗文和習近平的狀態是不是特首在向領導人匯報的狀態？如果說連胡是黨主席對黨主席旗鼓相當，習馬是大國領導人對小國領導人，但畢竟還是比較公平。到了習政就基本上是中央首長對地方首長，小學生對老師嘛，非常的鄭麗文非常緊張啊，他盡量表演不緊張，但是緊張刻在臉上。而習主席呢悠游自得啊，悠游萬載啊，從來沒有這樣放鬆啊。習主席一般見外賓都會比較緊張啊，所以習主席見鄭麗文是一點都不緊張。那麼這個事兒在國民黨在島內的選舉，我們今天把話撂在這兒啊，我們到時候開盒一定是負資產，所以它恐怕會引起島內國民黨內部的勢力分裂。國民黨的地方首長、地方縣市長們為了和鄭麗文劃清界限，恐怕也會在這次訪問這個問題上不說話或者少說話啊，這是我的客觀分析。國民黨黨內的黨員啊，國民党島內的黨員和政治勢力議員們絕對不會認為鄭麗文訪問大陸是給自己競選加分的。如果想當選縣市長，如果想當選哪怕是議員，都不敢大肆，就是最好別提啊，別提這事兒，別提這事兒。如果記者或者對方提，就是說其實也不是我的事兒，是黨中央決定的，不是我的事兒。我们就是咱桃園咱就談桃園這點事兒，咱新竹咱就談新竹這點事兒，咱別說那麼遠的事兒，好吧？一定是這個態度啊！所以國民黨為什麼跑那兒去了？哎，他說這樣老王他還去要錢啊，要錢，恐怕這是唯一的原因了，要錢了啊！鄭麗文拿了大陸多少賄賂？這他個人不會拿，他個人拿着會出現問題的，就是統戰經費。國民黨不用選了，我是台灣人，我也不選，被收買的痕跡太明顯了。對，是這樣啊。然後這個毫無看點的習政會裡邊最大的看點就是邏輯推演 ，A 等於 B 等於 C， 那麼 A 一定等於 C， 對不對 ？A 等於 B 等於 C， 是不是 A 一定等於 C？ 好了，公開世界、自由世界這些数據是造不了假的。鄭麗文女士身高1.78米，那大個子啊，鄭麗文1.78米。鄭麗文這次跟習主席旗鼓相當啊，只有一件事旗鼓相當，就是身高。而且我看鄭麗文女士穿的就是那種平底鞋，一點跟都沒有的那种女士平底鞋，哪知道跳瑜伽跳操的那种。習主席還穿了一個帶跟的啊，習主席穿了一個那個正常的那種皮鞋，咱倆人一般高，也就是說 A 等於 B。然後我們再看1.78米的鄭麗文等於習主席身高，然後習主席前年還在那個舊金山什麼的，或者上次川普來華訪問，他們見面握手，習主席和川普的身高幾乎是相等的，川普身高1.91米啊，這在自由世界也不是什麼秘密，因為川普當年大量的參與影視劇，參與 UFC 什麼國際什麼格鬥比賽什麼亂七八糟的贊助，他的身高跟1.9米的那波人都是一樣高的。比如說伊隆馬斯克
也1.9米，他們一邊高嘛，你看他们站一起一邊高，也就是说，習主席見川普的時候 ，B 等於 C， 就是他倆也一邊高。好了，那麼現在按照邏輯推演 ，A 等於 B，B 等於 C， 那麼一定是 A 等於 C， 也就是說1.78米等於1.91米，鄭麗文和川普一邊高，不可能啊，不可能啊，1.78米這個數怎麼和1.91米能一樣呢？那怎麼回事呢？那中間差着呀，我操，1.78米、1.91米差13厘米呢。所以一定有一個結論，就是中間這個 B 呀，就是雙方的參照物 B 是一個變量，是個 X， 它可大可小，可收可長。也就是說，我們今次習政會最大的看點就是習主席的身高成了一個謎團，是個 X。那我們做一個不敬的揣測啊，咱們做一個他媽欺君之罪。那習主席不會是穿內增高吧？內增高。我個人以為只有演藝圈的黃曉明才穿12厘米的內增高，因為12厘米的內增高可不是一般的人能穿的呀。你想想，女士，咱就不說男人了，女士高跟鞋誰能穿12厘米的？穿12厘米不就咔咔的在那崴脚？這他媽的踩高蹺啊，那得練呀。所以等於你多了一個關節啊。所以這個我們不敢如此之不敬啊，但是這確實是解釋不了，除了踩高蹺，別的解釋不了。所以這是最大的一個看點。我的習主席真的1.78米了，這回我操！而且鄭麗文還猛點兒，習主席還縮點兒。就是說這1.78米，如果鄭麗文那個數據非常精準的話，那麼習主席實際上1.76米、1.77那個。哎，你不是才能看你們看照片啊？新華社大照片在那擺着，全身照片，我操，這個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啊！老爺子都70多歲了，雖然還是個孩子啊，但是也70多了，70加了啊！為了工作啊，為了國際形象啊，為了中美平等啊，為了他媽的太平洋上壓對方一頭，為了東升西降，12厘米內增高都給踩上了，你這容易嗎？啊？習主席公開說1.86米，所以不是我毀了，我真的沒毀啊，弟兄們。當然還有一個可能就是替身，壓根不是真人出來的，那可能性不大吧？你這因為海峽兩岸誰不知道誰呀？你要來個替身，一個老外的話，能還唬住他？國民黨這唬不住呀！我操，那肯定是他自己呀。所以這個還是個孩子，但是70多了，登這麼一個。真不容易啊，幹什麼都不容易，幹國家領導人是真格外不容易啊！我原來以為黃曉明幹這個事兒就已經媽的就登峰造極了，後來我就覺得我淺薄了，因為我看現在那個不是來了好多抖音的那些他媽的跳那種甩頭舞的那個精神小伙嘛，染着頭髮啊，裝着蛋，7、8個小伙或者7、8個精神小妹排成個雁翎隊，然後在那兒就是社會搖。那個過去都是做鴨子的啊，过去都是鴨子，現在有短視頻了，不用當鴨了，就在這搖。他們有穿12厘米的，我見過，穿12厘米真高，真不容易啊！我們原來以為都是他們，就是這都是18、19歲、21、22歲的小孩幹的，這70多了，那家社會搖呢？這能往前邁步走路，還上台階，還合影，真不容易。以後我建議中共中央辦公廳應該給領導人配備一個滑板車，就是配備一個滑板車，這最好了，電的，然後就開過來，一握手，然後踩上去，開走，這樣不是省得走路了嗎？對不對？這多貼心呀！鄭女士可能是1.8米到1.85米，好吧，你把鄭麗文給拔高了啊！鄭麗文在台灣啊，她也跟連戰見過面，這連戰的身高總不能也是1.85米吧？好嘞。我沒有罵聖上胡說八道啊，我是說領導人真不容易啊！我建議給領導配電動滑板車，這怎麼叫罵領導呢？這是為領導想，明白嗎？好了，就這麼地啊，拜拜。